无畏曲折迷离，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在西方有一个关于时光旅行的著名传说，它讲的是在公元250年左右，由于罗马皇帝德西乌斯迫害基督徒，所以有7个虔诚的信徒逃亡到了土耳其以弗所城以外的一个山洞里，以躲避迫害。结果他们被追捕的士兵找到了，可那士兵见7人在洞里睡得正香，于是决定封住洞口，让他们自生自灭。谁知200多年后，基督教已经取得了胜利，有人偶然打开了洞口，发现7人仍在睡觉，而这7人却以为自己只睡了1天。这就是著名的7圣童奇迹。虽然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有数千万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他们相信奇迹在这里真实的发生过。事实上，考古学家在这里的石窟中已经发现了数百个可以追溯到5世纪的坟墓，而且上面还有铭文表明，人们被葬在这里，正是因为这里有着看不见的强大力量。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一个受欢迎的朝圣地点。我们都知道，时间的流逝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人人都渴望战胜时间。那时间是什么？从过去到未来，我们一直沿着时间线在生活，但问题是，我们有办法去穿越时空，并且改变时间吗？时间在牛顿经典物理学中曾被认为是绝对的，是不能被改变的。但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却证明了时间实际上是相对的。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空间和时间是相互关联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时空。无论你对空间做什么，时间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科学证明一个旋转的黑洞就会引起空间的扭曲，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是可以去到未来，也可以回到过去的。虽然我们还没能通过实验做到，但现实却证明我们可以人为的把时间变慢。2016年，在国际空间站上度过了破纪录的340天后，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回到了美国宇航局约翰逊太空中心。此次任务的目的在于帮助人类了解长期太空飞行对人体的影响。因为斯科特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兄弟，名叫马克·凯利，而且他曾是一名宇航员，因此这对航空兄弟就成了这次实验的最好人选。研究团队先是把马克留在地球上作为参照物，然后再把斯科特送往太空。实验才开始没多久，人们就发现在太空的斯科特很快就有了身体上的变化，比如他的免疫系统变得更加活跃，视力也有所下降，而且与地球上的马克相比他骨头的重量下降了很多。但最引人注意的并不是刚才提到的那些，而是在太空中快速飞行的斯科特，他的世界里的时间竟然慢了下来。当科学家们用精确的仪器测量这对双胞胎的衰老速度时，居然惊奇地发现斯科特比马克年轻了 0.5 毫秒。有人说，这慢了的 0.5 毫秒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很多人都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你移动得越快，那时间就变得越慢。这正是这个实验所观察到的真实现象。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望远镜，可以看到一艘接近于光速飞行的飞船内部，那飞船里的每个人都看起来好像被冻住了似的。那国际空间站是以28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绕着地球运行。当然，不仅科学家可以根据这个计算出空间站上的时间到底慢了多少，同时也可以在实验室里测量出这种效应。如果太空旅行已经向人类揭示了操纵时间的可能性，那么在浩瀚的宇宙的某个地方，其他的智能生物是否已经发展到了能够轻松穿越时间的程度呢？有研究学者认为，在各国的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的祖先可能已经目睹甚至经历过时间的穿梭。
古印度的2大著名梵文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这部写于公元3世纪的史书，记载着这样一个时光穿梭的故事。据说，印度的第5代国王黎拔多去天堂遇到了创造神的梵天，并参观了他的宫殿。当黎拔多国王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世间早已物是人非。原来地球上已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有人认为，这正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只是印度的史书早在几千年前就记载下了这样的事件。很多研究学者还发现类似的故事在地球上的其他古文明中也能找到，比如古代苏美尔文明。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中，有一件文物被称为古代苏美尔的 WB44 国王名单。此王表列举了历代统治者以及他们统治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世纪的记载。在王表中，早先的君主统治的时间都比较长，很多都有200年左右的统治期，而且现今主流科学界的人都对石碑的记载深信不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近代考古学开始以前公元前350年左右，巴比伦人贝洛索斯在希腊写成的《巴比伦尼亚志》是后人关于两河流域文明的唯一的知识来源。直到2000年以后的近代，人们通过艰难的考古才发现贝洛索斯的书中所提到的大洪水之前的诸王与苏美尔王表中所记载的惊人的吻合，不仅人名相同，而且统治的时间也完全相同。除此之外，古埃及也有一份国王名单，被称为都灵王表，现珍藏于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中。王表写于公元前1292年至公元前1190年，上面记录了古埃及时期所有的法老的名字和在位年数。但奇怪的是，那时候的法老统治期都异常的长久。据记载显示，最早的法老都能生活好几百年。有学者就提出说，为何埃及史书里的法老能活得那么久呢？有一种可能就是只有法老能乘坐神赐予的太阳船，而那太阳船可以以超快的速度旅行，以至于法老在乘坐的时候时间就慢了下来，而地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上百年。此外，还有圣经中记载的亚当的第7代子孙马土萨拉，据说他在世界上活了969年。根据希伯来圣经的记载，马土萨拉的父亲以诺曾乘坐过一辆红色的飞行器离开地球，而当上帝选择他留在天国的时候，他已经365岁了，而且所有与其相关的祖先都活了700多年。这时候有人就会问了，说这些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吗？当然，这已经过去了几千年，我们无从考证了。但除了古代的各个文明都有时间穿梭的记载，其实在现代也有军事记载显示，时间是可以被操纵的。1935年的一天，英国皇家空军中校维克多·戈达尔爵士被派去检查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一个废旧的机场，想看看这个机场将来是否可以使用。当时他只见机场破烂不堪，那跑道上到处都是裂痕，空地上还长满了杂草，甚至还有牛在那吃呢。正当他准备飞回营地时，天上的云开始变幻多端，并下起了雨。就在返程途中，他遇到了一团非常奇怪的黄棕色的云，然后飞机也不知不觉地深陷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大隧道里。他也迷失了方向，只能继续向前。结果几分钟后，当他从云里出来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竟然在晴空万里的机场上方。这不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废旧机场吗？但怎么看起来好像被重新装修过，而且停机坪上还有飞机，那些飞机都被漆成了黄色，周围还有穿着蓝色制服的人在工作呢。当戈尔达爵士回到营地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他的同事时，
没有任何人相信他，都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嘛。因为那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是被涂成银色的，而机械师的制服是统一的棕色。然而仅仅几年后，英国皇家空军就改变了他们飞机和制服的颜色。1939年，当戈达尔再次驾驶飞机飞过那个机场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因为当时那片机场上的训练飞机已经被喷成了黄色，而且机械师们也都穿着蓝色的制服。这正是他4年前穿过那团黄棕色的云层后所看到的景象。我们在之前的2期节目中都有提到过一起类似的事件，那是在1970年发生在百慕大三角的真实事件。当时飞行员布鲁斯和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同事，3人一同从安德罗斯岛起飞，飞往美国的迈阿密。可就在飞行的途中，也是遇到了一团奇怪的云。在飞进去之后，那飞机竟然以惊人的速度，用了3分钟飞完了160公里。当然，这件事情至今都还是未解之谜。所以很多人相信啊，像戈达尔和布鲁斯这种时光穿梭的经历，实际上他们是进入了一个虫洞，这样的入口也许能够解释许多来无影去无踪的 UFO 现象。而且大量的 UFO 影像资料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现在还无法企及的超高飞行能力，更是让我们知道有些生物是可以在我们的时空里随便进出的。也许他们早已经可以操控时间，不管他们是什么，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之前，没有理由说他们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地球上啊，可能还有着许许多多这样类似的虫洞，如果你不小心进去了，就有可能去到意想不到的地方。